Hello，大家好，我是 Nancy。我今天呢来分享一下我是怎么从一个开过海外仓的电商老板，成功转型为一个商业地产经纪，然后我过去的经历对我现在做商业地产有什么帮助？这个故事呢还得倒回我现在说一下啊，就是我现在呢叫 Residential，这是一个英文专用词，就是一半住宅，然后一半商业地产。那今天重点讲商业地产这一部分，因为在美国商业地产属于一个比较小的圈子，然后门槛相对很高，很难进入。那我讲一下我是怎么进到这个圈子里的。那说到当时做电商就是退回19年底20年初的时候，那开了户外家居在沃尔玛还有维菲尔上这样呢就需要自己派送终端派送。一开始是用的别人的仓库，但是因为出错还有其他问题呢，后来决定自己开仓库。那从开始全达拉斯的找便宜的仓库，然后到跟房东谈判，最后签约，然后呢招warehouse manager 招管理人员，然后什么租就是那个叉车呀，还有找到托盘的资源啊，所以这一切就是我搭建好的一个仓库，然后当时还有上系统，所以我们仓库管理的是非常井井有条。但是成也疫情败也疫情，后来这个仓库在21年底的时候就关了，然后我也不再做电商，然后回到地产圈。那回到地产圈，因为我在东西海岸的物流圈子里，就有朋友问我，哎，你要不要在达拉斯帮我们找一个仓库啊，做海外仓？我说什么样的仓库？他们说就你那样的仓库。哎，我的仓库当时是在 Farmers Branch， 然后将近3万尺，是大建仓啊。然后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 niche 的 market， 因为我太熟悉了。我想我可能是整个达拉斯唯一自己开过海外仓的地产经纪人如果还有其他，你们可以告诉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呢，造成了就是只要有人跟我提他是做什么生意的，比如说大件还是小件，我立刻就可以知道他需要的，比如说层高还有 dock 多少然后还有 office 大小就是还有新旧仓库，就是心里有数。所以我觉得还真是我可以继续在这个圈子里，只不过现在不是经营者了，而是帮着过去那些就是朋友可以来找仓库找海外仓，这是一点另外呢，但是就是海外商业地产这个圈子呢为什么说难进呢？首先它就是对于你的专业要求比较高。那我在自己下海之前，曾经在机构里做高息债投资，你们看过我照片，就是有布什什么的。当时是我在达拉斯首富 Andy Bill 那边，那我们底层的资产全都是商业地产，所以我是有很多年的商业地产的分析什么这方面的专业经验。所以这样呢，这一条就过了。但还有一条呢，就是人脉，在商业地产圈就是互相都认识。如果要是他们不认可你，不会给你资源的，因为我们这边就被几个大 broker， 就是资源主要掌握在几个大的 broker 手里。那很幸运就是我当时为了进入商业地产，我加入一个团队。那我们团队呢2个 leader， 其中一个呢他是香港的，就是2代移民，还有一个是马来西亚华人。那香港2代移民呢，在我们15号整个北达拉斯商业地产圈做的这个仓储地产的 tours， 他是 board member， 200多，当时是200多人就我们团队有那么零零星星的几个亚洲脸。然后另外一位呢马来西亚那个 leader， 他呢是我们前整个达拉斯地区的商业地产协会主席，所以他们2个都是在这个圈子里深耕将近20年。这样的话呢，只要知道，就是因为我跟他们一起 partner， 那就是在整个圈子里他们就知道你是认真，你是可以把事情做成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难得的就是团队。那你像现在假设我跟谁说，我说嘿 Tom， 你给我来找一个3万到5万尺的仓库，我跟他要一个，他给我9个。所以这就是你在这个圈子里，就是当别人认可，就是你能进入这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资源还有机会。所以这是基本情况那现在呢，因为我做视频呢，就有机会又认识了另一片客户群，就是国内过来的企业。那国内过来企业呢，他们需要去找厂房，它的细分要求又跟做海外仓的是不太一样的。那通过我帮着几个企业找厂房，我发现他们不只是需要找厂房，他们就把我做一个枢纽，然后又希望知道怎么开公司，所以给他们推荐会计师。还有呢法务，就涉及到有一些是国内的准上市公司，他需要确保他所有的东西都合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很想了解本地政府的招商引资的政策。那一般来讲华人是没有太多机会接触这一片。那我合作的顾问呢，他是前 Frisco，
他就负责咱们这边的明星城市啊，他就负责招商引资的。他呢退休了，然后现在呢他自己出来做，那我跟他合作就是他可以帮着我们这边的企业，然后跟本地政府，其实很多招商引资办的他都很熟，所以有什么补贴他都知道可以怎么谈，这是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大伙知道美国的人力是属于比较重的一个开支，那我呢可以给你提供基本的人力成本，但是这个我都知道，因为我自己也雇人，但是呢要相对更复杂一些的人力资源的管理啊、咨询啊，我们这边也有专门团队。然后他曾经帮着国内的2个企业、3个企业落地达拉斯，就做人力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这是一个一站式的，就是来达拉斯找我，你就都可以搞定。不管是开海外仓也罢，然后海外仓的相关配套资源，然后还有开工厂也罢，工厂的相关的服务团队，我们这边都有。好的，那就先介绍到这儿，谢谢大伙收看。